全世界我们刚才讲人口的分布，现在讲说他们使用能源的分布，如果所有的能源使用率除以所有人口平均值是1的话，这个就是代表说什么？大于4啊！你的使用率是大于平均值的4倍以上啊！你想想看，这些国家都是要检讨的。美国第一个要检讨的，对不对？欧洲国家要检讨的，对不对？澳洲也要检讨，台湾也要给他检讨一下，日本也要检讨一下，韩国也要检讨一下。这个北韩就不用检讨，北韩都已经快要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样，在水平线以上。当然你不能看这个地哈，这个地看起来很大，事实上你要看人口啊。大部分我们讲过，大部分的人口还是什么？这2大块有没有？这2大块就将近30亿人口。其他地方，比如说澳洲，我觉得有些国家就是得天独厚了。美国这个国家得天独厚，资源又多，然后全世界你有没有想过哪个主要国家在国家里面在境内没有打过仗的，没有经过战火的摧残的？除了他们的内战之外，内战他是自己制造的，那不能讲了，对不对哈 ？OK， 有哪个国家啊？911是唯一一次外国势力到他们的国土里面去做了一些让他们有些损害的。不过也就是不能这样讲。比起大战来讲，也不过就是2栋大楼跟几千人，这样讲好像很残酷，对不对？但是比起一般的大战来讲，这个 scale 都太小了嘛。然后哪个国家没有经过战火的摧残呢？就美国啊。而且不仅这样子，几次大战都是让美国有机会崛起。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源，所以美国刚刚好远在天边，又有资源，它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经济价值。那个时候就厚植他们的实力。我这样讲好像很反美啊，不是，我没有反美，我在美国念书的，我没有反美，对不对？只是讲说我们平心而论，就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东西在讲公平正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眼光要跳脱那种。我个人觉得，不要老是跳出那种美式的那种眼光，去对整个世界做一些评判这样。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像美国这个国家，还有澳洲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京都。我现在开始有点在胡扯的感觉了。OK 好，已经有点跳着走，已经开始回到我正常那种感觉了。OK 好，我们都知道京都议定书嘛，等一下我们会讲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嘛，京都议定书嘛，对不对？京都议定书现在事实上第一阶段已经完整了，但是我们讲过京都要签署之后要拿去，因为你在国家签约之后要回到当地国会去怎么样认可才能那个实施嘛。少数几个国家给人家签的不给人家认可的是谁？美国跟澳洲啊，对不对？反正大家都说要签我们就要签嘛。那回去跟我讲说你不要给我认可，这样我就不用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碳排放量是很高的。这种国家就变成说，它资源很多它其实然后人口又相对比较少，不是那么拥挤。你像那么大的地方，差不到3亿人口，你想想看，这边3亿人口，这边1亿多人口啊，你看那人口密度差多少那个天然资源差多少，这边更少。所以这些国家有时候，但是问题是人家就好命嘛，就有好爸妈，然后就这么好，就是没办法。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讲说，基本上这个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它能源分布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反正就是已开发国家跟现在的一些东亚的几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都是相对讲浪费很多资源，就是享受更多资源的这样子。好，那我们讲说这个是人口，那如我们讲的再生能源的那个，基本上它使用的那个来源是什么呢？刚才已经有看过一个表了嘛，这个是一个预估值，有没有？基本上绿色的是再生能源，你会发现说基本上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基本的占的那个成长率不会有急剧的成长反而是一些你要化石能源有没有？这个什么天然气基本上它使用，还有说那个油，虽然我们一直讲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过呢它还是会继续成长所以是很现实的啦，大家还是要用什么便宜的东西你再生能源如果没有办法突破一些限制的话，基本上大概是，不过这边大家可以知道了，我们主要的那个能源来源有哪些？化石能源包括哪3个？石油、天然气、煤矿。那如果一个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那个什么nuclear 就是核能，其他的能源都是怎么样？
都是在那边陪绑的、跑龙套的。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能源政策改变的时候，那对整个国家跟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好，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是要做长远规划这样子。好，刚才是讲已经有的了，我们从人口讲，现在开始讲未来的那个预测。这个预测有没有看到？这是整个每个国家。刚才讲是讲说，等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每种能源它的预测，它的那个使用的成长预测，这个是每个国家使用的预测。你看中国有没有看到？那个越来越大，有没有？它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多，因为人口多。还有什么？印度这2个国家，你想想看，他们从2010年只有这样子，然后如果到2035年才几年，25年时间，他们的成长有多大？大部分的成长，你如果扣掉这2个成长，其他地方的成长就不是说不是有那么显著了，对不对？然后这边也可以讲说，这个是以个别国家来看，比如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就是印度，这个是其他的那个什么，其他的那个开发中国家，苏联，然后这个是中东，然后这个是其他的是这个是已开发国家了，就 OECD 就是那种几个什么西欧的跟美国这个加拿大这几个国家，然后这个是其他的世界，你看，那成长是真的是非常快的哈。然后这个是什么样？这个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已开发国家跟非已开发国家 ，OECD 就是已开发国家，但是其他没有不是那几个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你看看已开发国家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差不多了。为了什么？开发中国家。这个就是一个策略，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趋势很正，所以这都是一样啊。你要看成长，当然这个成长是不好的，因为这是能源使用的成长。但是呢，如果讲到任何策略来看，就是这样子，你还没有到达顶的地方，都是发展最多的地方。所以呢，一个想要追求成长的策略的话，就是要对还没成熟的产业，或是还没成熟的那个国家，或是还没成熟的一些领域做多加把劲，这样子哈，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怎么样？把刚才那个什么呀？刚才每个国家基本上，这都是让大家做一些那个什么，做一些你回去，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看一下。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太重要，只是说刚才找出来让大家看一下，说每个国家你可以从他们需求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子。对，反正就是一句话，大部分这种什么样，这种什么那种已开发国家啦，跟加拿大这种国家，大概基本上都是什么持平的。但是呢，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话，基本上它需求会很大，所以整个需求怎么样会是很高的。所以在可见的几个在我们这辈子里面来。能源这个问题是永远存在的，而且你每天都要面临有所谓的高能源的价格的这种现象，这个没办法。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又不能好好的开拓一些，让自己的有更有本钱的话，那你生活就会受到生活水准就会受到影响。